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万象。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万象城的家人张思婷友情推荐。原计划将要于1997年2月退役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江国庆，没有等到那一天。1996年10月1日下午，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了法务部调查局对空军司令部福利站的员工和支援士兵们组织的测谎检测。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测谎检测只有江国庆一个人没有通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江国庆蒙圈之余，感觉事情太过蹊跷。虽然他一直强调我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但不管他如何自证，第二天晚间，也就是1996年10月2日晚间，江国庆被强制送进禁闭室。由0912专案组专案人员、空军反情报总队上校保网官邓振环及上尉保网官何祖耀进行连续37小时的疲劳讯问和刑求逼供。这里请大家先行记住这个名字：上尉保网官何祖耀。稍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名字，但有必要提前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空军反情报总队当时并不具备军司法警的身份，换句话说，他们根本没有侦办此案的权限，属违法侦办。直到这个时候，江国庆才算彻底明白了，原来他这是被人当成杀人犯被重点调查了。根据10年媒体的报道，江国庆被关禁闭室后，连续37小时的疲劳讯问时，他佩戴眼罩，强迫观看解剖录影带，以强光照射，甚至侦讯室布置成灵堂，营造肃杀之气，企图诱导江国庆供词之外，还被专案组的问讯人员刑求电击。在江家爸爸江之安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儿子在狱中给自己所写的信中有徒手绘出电击棒的样子。江爸爸为此曾在房间到处寻找与儿子所绘电击棒一样的东西。江爸爸说，我就是想知道儿子生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但真的买到符合尺寸的电击棒后，测试的结果让江爸爸痛不欲生。但为儿子平反的意志信念强撑着江爸爸在儿子被冤负刑后东奔西走，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1997年8月13日是江国庆被确定为他就是发生于1996年的0912 5岁谢姓女童遭人奸杀的杀人犯，而押赴刑场的日子。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年的时间，在只有江国庆自白，没有其他直接性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且在法医中心所具鉴定书缺失连连的情况下，江国庆被押赴桃源县八德市怀生基地执行枪决，得年仅21岁。朋友们，江国庆命案的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军方会如此肯定江国庆就是案犯？江爸爸又为何如此笃定自己的儿子江国庆绝对不是案犯？14年后的北部地方军事法院又是依据何证撤销了当年军方对江国庆的指证？或许这个案件给世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警醒，这期间更让我们清醒明白地看到错抓好人、漏放真凶、冤假错案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当事人江国庆被冤负刑，更有多名无辜女童在江国庆被冤负刑前后被漏放的真凶继续蹂躏与迫害。鼓励大象马上开始。万象翻看了很多资料，试图搞明白当年受害女童为什么会出现在戒备森严的空军作战部队。但媒体的报道似乎都在江国庆被冤负刑上展开了分析和报道，对于女童及其家人的背景鲜有提到。2011年1月29日，来自台湾的报媒《中国时报》的报道，5岁大的谢姓女童原本是在台湾南部由祖父母将养，后被在台北县永和担任警职的父亲带回台北。原本是全职太太的女童母亲为贴补家用，便到空军司令部福利社上班打工。谢姓女童也就跟随母亲去了福利社，直至事发。谢母在福利社上班也就几天的时间。根据《中国时报》10年对司令部阿兵哥们的采访，阿兵哥们反映妹妹对大家都很礼貌，她是大家的开心果，战友们都很喜欢她，但任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江家爸爸江之安与受害人谢姓女童的爸爸并不陌生。谢家爸爸当年是永和派出所的警员，江国庆的家距离永和派出所仅有1街之隔。谢爸爸甚至是江家的管区警员，这个管区警员在大陆应该指的就是小区的片警。一般有什么事情，管区的居民都会第一时间与管区的警员联系，所以照此推论，江国庆应该在事发之前就与谢家爸爸认识。加上之前阿兵哥们的反应，江国庆也很
很有可能与谢姓女童是认识的。现在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下江国庆。生于1975年的江国庆是台北县永和市人，是江之安与王彩莲的小儿子。因出生于国庆日，故取名国庆。父亲江之安曾经营纺织业，后在永和经营旅馆，拥有一整栋楼，与正妻及二房同住于旅馆楼上。江国庆是二房王彩玲的小儿子。高中毕业以后，于1995年接受兵役召集，成为空军飞虎第620梯次义务役士兵。从当年媒体的报道来看，江国庆的家庭在永和当地属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江爸爸曾表示，等小儿子服役回家，会尊重他的想法，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就让他和自己一起打理旅馆。未曾想会有这么绝望的事情发生。1996年9月12日下午15点20分，空军司令部福利站的厕所后方的水沟里，有人发现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女孩躺在水沟里。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后经确认，这个小女孩正是刚刚在福利社工作几日谢太太的5岁大的小女儿。根据10年法医给出的检验结果，小女孩被发现时小肠断裂脱出，子宫脱落，下体严重撕裂，有遭钝器插入的痕迹。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之前我们讲过一个马来西亚小女孩美凤遇害案，遇害的情形，两者存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事经媒体披露后，社会震动，群情哗然，舆论一致要求军方应迅速破案。在强大的压力下，空军总部立即组成了0912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的成员就包括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提审问讯江国庆的何祖耀、邓振环在内的15人。专案小组先后约谈了福利站的员工和支援士兵们。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但在这期间，军事检察官和法医于交易厅的柜台上发现了一把疑似作案用的凶刀，上面沾有血迹。随后就发生了影片开头所讲的1996年10月1日，法务部调查局对福利站的员工和支援士兵们实施测谎检测，只有江国庆一人未被通过。军方的调查结果显示，案发当天1996年9月12日下午，江国庆曾请假外出，这被认为他是在外出销毁作案物证。而后在江国庆的鞋子上发现了几滴血，虽被查证是江国庆本身的血，但此时军方依然断定江国庆存有重大嫌疑。随后在案发现场厕所垃圾桶内采得沾有血迹的卫生纸上验出了被害人谢姓女童的血液和江国庆 DNA 型别的精液。虽然江国庆在被提审时明确说明这是他在厕所内自卫擦拭后丢入垃圾桶内的，但军方检调人员认为将在狡辩，不足为信。至此，江国庆已然是满身是嘴，也无法自证清白。接下来，在专案人员的逼问下，江国庆不得不被迫自承犯罪，并于10月4日写下自白书，几天后就被军法起诉。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李天宇在取得自白书之后就宣布破案。时年参加记者会的自由时报的记者发现，当时并未出席破案记者会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宪兵102调查组无故被列名背书，但事实是警方从一开始调查时就无法介入，当时发布的记者会结果都是军方一手所得。1996年10月22日，江国庆被军法起诉，但在11月5日初审时，他翻供声称自己遭到刑求，不得不承认犯案。但在同年12月26日初审判决中，审判长吕德义、审判官罗正南与宁方中等3人仍以强奸杀人罪判处其死刑。虽然在次年1997年3月27日复审时，因证据不足及江国庆遭刑求为由撤销判决，发回重审，但空军司令部仍然交由前次相同的3位法官审理，并于6月17日判处死刑。仅56天后，也就是1997年8月13日，江国庆于桃园县八德市怀生基地被执行枪决，得年21岁。江国庆临行前拒吃最后一餐，向法官要求写遗书给父亲。遗书内容一再强调谋杀案不是他做的，他是被刑求诬赖，并列出冤枉他的狗官们。江国庆在法医注射麻药之前，咬牙切齿地说道：“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据当年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江国庆当时被宪兵架着，表情绝望，他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人不是我杀的。”
后来江父签名领诗时，写下“天无公理”4个字。随后10数年，为证明儿子的清白，四处奔波，直至江父往生。他一直心心念的还是为死去的儿子平反。江爸爸曾公开对媒体说，江国庆被冤判的证明有很多，但这些人都视而不见。翻开军事法庭让江国庆定罪的关键自白书，从凶器到女童穿着的衣物，江国庆的说法都和现场的状况不符。案发的厕所除了女童的血迹以外，还有一些指纹，也没有一个是江国庆的。江国庆的手表送去检验，也没有任何女童的血液反应。如果江国庆是凶手，怎么坦诚犯案的自白书却是漏洞百出？江爸爸在求助无门之下，把当年涉及江国庆判死的相关军方人员，包括前部长陈兆敏、李天宇、前反情报队少校保反官邓振环、松山指挥部上尉保反官何祖耀等人的名字都写在纸上，钉在家中墙上，并贴了江国庆的照片，要求江国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狗官害死你，你要明白。江爸爸后来在江国庆庭上答辩时曾说，何祖耀对我最好，没有欺负我，因此江爸爸把何祖耀的名字涂掉。这个何祖耀大家应该还记得，影片开头的时候就有讲过他。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察觉到江爸爸对江国庆的良善教育，在自己身陷囹圄的时候还不忘对他人的感恩。2010年5月，案发14年后，华视的记者曾前去江家采访江父。记者看到江家的大门口还贴着江国庆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上面一字一句都在控诉着司法判决的不公。江家父母提出，江国庆在狱中所写的家书说他遭到刑求逼供才会坦诚犯案，因此提出了2次的非常上诉，都遭到驳回。14年后，当记者再次来到这个破碎的家庭，坐在轮椅上的江爸爸几年前中风，已经站不起来了。80岁的他眼角泛着泪光，因为绝望，再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国庆复刑后，江爸爸关掉了旅馆，拿着江国庆狱中所写家书以及收集到的证据，四处为儿子申冤。直到2000年底，台中高分检特侦组接获秘密证人检举指出，在台北县新店市军监服刑的许荣洲与女童奸杀案涉嫌重大。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让人毛骨悚然。许荣洲曾与江国庆同一时期服役于同一单位，甚至2人在案发前还是同一军营宿舍睡上下铺的战友。1997年5月，许荣洲在台中大中保龄球馆性侵另一女童时被捕。他当时一度自白，坦诚犯下谢姓女童奸杀案，还把女童衣服、犯案情节都一一交代。但军方专案小组居然排他涉案，认定凶手就是江国庆。最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在检警专案小组重新鉴定当年军方扣留证物时，发现许荣洲的测谎记录中有一段关键对话。发问者询问谢姓女童案是不是江国庆做的，许斌回答绝对不是。问者追问那是不是你做的，许斌再回答我说是我做的，你们都说不是我做的。许荣洲之后虽然翻供，但监院调查专员陈先成前去狱中对其进行访谈时，他依旧对犯案细节记忆犹新，能清楚描绘犯案现场，对于性侵动作、血迹坡溅的高度也一一说明。只是所有故事前提都是别人告诉我江国庆如何性侵女童，但包括女童样貌、衣着、清洗和丢弃尸体方式，都与现场搜集的客观证据多有吻合。监院调查专员陈先成多次到台南6甲军事监狱探视许荣洲，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他发现许犯谈话时态度诚恳，没有攻击性，但犯下的性侵案却不止2件。翻看许荣洲的档案显示，除了上述1997年5月间与台中市犯下大中保龄球馆性侵女童案，许荣洲服刑4年就假释出狱。2004年4月2日，他在桃园县诱骗2名5岁女童性虐被逮，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早在谢姓女童案发之前，1996年台中市女童遭竹竿刺伤下体的性侵案，台中地院曾认定许荣洲涉嫌重大，要求军法单位提供徐某行踪。军方相关单位也为调查事件的关联性，并延迟提供相关资讯，导致该案过了15年仍未查获真凶。
根据监院重做的精神鉴定报告显示，许荣洲确有恋童癖。他幼时长期遭受父亲暴力相向。许家在台中地区从事沙鹅工作，许荣洲一天大约要杀200到300只鹅。他曾提到，被父亲打之后就会出去找女童玩。2011年1月28日，检警专案小组重新鉴定当年军方扣留之证物。专案小组赫然发现，遗留在案发现场窗户的半枚掌纹及 DNA 与曾在空总服役的士兵许荣洲高度吻合。同日，根据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证实证物上并没有江国庆的 DNA， 自白书是由反情报总队以连续37小时的刑求逼供所获得。专案小组重新鉴定时发现，当年军方查获的卫生纸是从好几天没有清理的垃圾桶中取得，不排除是女童遭杀后血液喷溅在卫生纸上，而后江国庆在厕所自卫时又喷到所致。江国庆当初自白指卫生纸是奸杀女童后擦拭留下的证据，但新的鉴定结果显示，卫生纸并无擦拭痕迹，上面采集到有关女童与江国庆的基证都属微量，应是不小心喷溅所致。至此真相似乎就要呼之欲出。检警速至新北市三重区许荣洲的住处逮人。许荣洲坦诚犯下此案，并表示案件与已遭枪决的江国庆毫无关系。台北地检署以许荣洲杀人罪涉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连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许荣洲供述，1996年案发当天，他看到谢姓女童独自在福利社门口附近徘徊，顿时萌生歹念，将她抱进厕所实施猥亵。因女童惊慌不断尖叫，他担心被人发现，因此以右手用力捂住嘴巴。后来惊觉女童气绝身亡，赶紧把她丢到窗外，逃离现场。2011年12月12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许荣洲被判18年有期徒刑。最为荒唐的一幕就要来了，朋友们，你永远可以相信，戏剧永远没有现实那么具有张力。就在许荣洲入狱不久，许荣洲被精神科专家鉴定为固定型恋童症患者，再犯率高达88%。虽然专家说这类患者必须由外在力量隔绝和控制，甚至建议仿照他国采取化学阉割或终身不得已假释，以避免患者出狱后再犯。但是翻转且让人啧舌的一幕来了。2013年4月2日，台湾高等法院认为许荣洲自白时有轻度智障，且7次自白内容前后矛盾，并且与采证结果有所出入，甚至在许荣洲身上发现了鞭打之痕迹，疑似遭到刑求。因此，台湾高等法院2审判决许荣洲被改判无罪。2014年3月19日，最高法院驳回检方上诉，许荣洲无罪定谳。而且，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作出判决，判赔许荣洲以每日2000元计算，赔偿其新台币159万2千元，全案定谳。2011年5月，就在特侦组起诉许荣洲且刑求20年的时候，涉及栽赃刑求江国庆的人全部不被起诉，原因是罪证不足，超过法定追诉期以及身份不合。换句话说，特侦组认为不能用适用于司法人员的法律来起诉军人。2011年6月8日，台高法认为军事法院已开始再审江国庆案，原判江国庆死刑的判决也就不存在了。翻译成能听懂的话，就是江国庆是被冤死的，江家母亲委任的律师团也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诉至最高法院了。2011年10月27日，北部地方军事法院依照刑事补偿法决定，将补偿江家家属1亿318万5千元新台币。北部地方军事法院审核相关文件后，在律师见证下，将补偿金交付给江母王彩莲。接下来，求偿审查会议将会研究是否对相关的为师官员提出求偿。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案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的感觉就是一地鸡毛，好像事情总算有个结果，该判的都判了，该平反的也平反了，江父直到死都没有得到的江国庆的清白也都还了回来。但是又好像啥也没有判一样，该欢腾的人还在欢腾，该升官发财的一个也没有落下。节目最后有个事情值得和大家谈一谈，由于江国庆被冤一案，死刑存废的问题当年在台湾又引起热议。废死团体以江国庆案为例，说明死刑的不可靠性
庆即据此推动废除死刑。台废死推动联盟执行长林心怡说，很多人包括官方都说死刑案件一定会非常谨慎，不会有冤死情形。但江国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死刑只要执行就无法恢复了，即使事后依照冤狱赔偿法赔偿死者家属，也无法换回江国庆的命了。但多数民众并未因为江国庆案而改变对死刑的支持态度，甚至一些人认为废死团体借由江国庆案推动废除死刑的做法是在消费江国庆。以上，感谢收看，订阅万象，平安顺遂。